Hello， 大家好，延续上一集《捍卫战士独行侠》的影评，我今天要来解密一件大胆的事情哦，那就是其实《捍卫战士独行侠》在某一层面来说，根本就是一部美军秀肌肉的电影，包括美军的飞行器，也就是战斗机大阅兵，还有飞行技术，以及最重要的就是人。Now we're getting into the serious Top Gun stuff. You and I are going up in that. The kindness, the spirit, and the integrity was also in the movie. Is that you creating the character, or those characters are a lot of Tom Cruise in it? You know what? It's creating the characters. It's kind of what the story dictates, and I think you'll have to evaluate what's me. I'm just creating these characters, and it is definitely my instincts and of comedy, you know, and drama, and what really what the story needs. And I'm always looking for a journey. 你记得吗？电影里面一直有不断强调说，最重要的其实是在驾驶舱里面的 pilot 驾驶员，还直接挑明的说，敌人也会知道你的科技哦。甚至明明知道电影里面出现中华民国国旗的话，这真的是会触怒中共哦。阿汤哥跟片商怎么可能不顾票房市场，就直接穿上那件绣有中华民国国旗的飞行夹克呢？好，当然你可以解释说，阿汤哥真的很爱台湾，而且这也是向36年前的经典致敬，因为在1986年上映的《捍卫战士》第1集里面，阿汤哥身上所穿的 G1 飞行外套，当时是为了纪念美国海军巡洋舰加尔维斯顿号在1963年以及1964年的巡航，曾经飞越台湾、日本等西太平洋的历史性航程，所以上面是绣有美国、联合国、日本跟中华民国的旗帜。但是在36年之后，在票房现实的考量之下，不会有片商和钞票过不去好吗？更别说是包括演员在内都可能会被大陆封杀跟抵制，这样的风险他们还敢这样硬干，那就是因为《捍卫战士独行侠》根本是一部美军大内宣跟大外宣的最强传媒。36年前，《捍卫战士》第一部电影在上演的时候，吸引多少年轻人在看完电影之后就非常热血的加入美军行列。那么36年之后，《捍卫战士独行侠》也是一部军武大阅兵，隐晦表达出美国的政治立场。电影一开始我们就看到阿汤哥在测试的神秘战机 Dark Star 暗星号。不对，他在 Lady Gaga 所演唱的主题曲 MV 里面也可以看到哦。虽然剧组从头到尾都强调这台战机是虚构的，但其实《捍卫战士独行侠》的制片 Bruce Hammer 就曾经说， Dark Star 暗星的设计是跟全球也是全美国最大的战机制造商 Lockheed Martin 洛克希德马丁的臭鼬工厂密切合作设计出来，确保这虚构机型的气动外形贴近现实。那么这台暗星 Dark Star 你记得吗？阿汤哥的测试任务是10马赫，那等于是10倍音速哦，这是什么概念呢？好，马赫是飞机、火箭等航空航太飞行器的速度单位。由于声音在空气当中传播的速度会随着不同的条件变化，所以马赫也是一个相对的单位，具体的速度并不固定。通常在低温底下，声音的传播速度比较低，所以1马赫对应的具体速度也比较低。那么在高空中，比低空更容易达到比较高的马赫数，所以你看到阿汤哥在测试的时候，是一路的越飞越高。1马赫就差不多是1倍音速，而1音速则是1秒340公尺。以台湾台北到高雄差不多360公里的距离来说，如果阿汤哥用暗星号来飞，只要不用2分钟就可以抵达。不过世界上真的有10马赫的飞行器吗？其实目前世界上有人驾驶的飞行器最快的飞行记录，就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所出的 SR-71 Blackbird 黑鸟侦察机，它的记录是3.3马赫。那么 SR-71 是全球第一种服役的逆踪战机跟超音速战略侦察机，它在实战记录中拥有0击落的完美记录哦，就是因为它实在是太快了，根本打不到。但有没有更厉害的机型研发呢？当然有。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曾经在2007年透露，他们正在为美军研发一款新的可以达到6倍音速、6马赫的飞机。外界认为这就是黑鸟之子 SR-72，而这项计划也在2013年洛克希德马丁所出版的刊物当中得到证实。那这次《捍卫战士独行侠》里面，阿当哥所测试的暗星号，其实外形就跟 SR-72 侦察机的设计概念图非常相似，再加上电影里面有一幕音爆的画面，那是只有6马赫以上的飞行器才会产生音爆效果哦。音爆 Sonic Boom， 它又称声爆，就是空气中运动的物体速度突破 sound barrier 音障的时候所产生的冲击波。我们会听到一个很巨大的声响，砰的一声，像爆炸一样，甚至可以撼动物体。你可以看到电影里面阿汤哥驾驶暗星号飞过建筑物，跟他的长官除了吃了一脸土之外，这建筑物也砰的一声，连屋顶都被掀起来哦，那就是音爆所呈现的效果。而音障呢 ，sound barrier 是一种物理现象，当物体接近音速时，就会逐渐追上自己所发出来的声波。声波会跟空气中的水汽凝结，就是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每一台战机在飞行时都会自带一朵云的那种感觉哦，它就是会呈现出云雾的状况。而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所设计的 SR-72 就是一种超高音速的逆踪侦察机。它是用于监视、侦查跟搜集情资，而且拥有上一代黑鸟712倍的飞行速度，比一些常见的导弹还要快。它可以轻易躲避大部分的防空飞弹跟拦截机，所以外界认为这种新型的 SR-72 无疑是更难对付的空中间谍。那最厉害的地方还有，其实 SR-72 根本不需要驾驶员，它是以无人机的概念去设计的，还可以跟其他的飞行器沟通，及时传递大数据来进行团体作战。阿汤哥在《捍卫战士独行侠》电影一开始时，他为什么要冒险去忤逆军令，也要试飞测试这台暗星号的极限？就是因为国防部说要把他们整个试飞小组给砍了，要把经费挪用到无人机身上，甚至还直白的跟他们说，以后不需要会吃喝拉撒还会不听话的驾驶员哦。没错，其实这段对话是非常中肯的哦。现在已经要进入无人机时代了。大家看看乌俄战争，为了降低人力耗损，其实未来就是人工智慧、无人驾驶的时代，无论是车子、飞机、船，任何交通工具都一样。而这个桥段不仅完全反映出现代武器跟科技的发展趋势，无人机以及 AI 自动驾驶绝对是现在正在进行式。捍卫战士独行侠根本就是明示跟暗示大家美军科技的现况跟预期，包括这一台由臭鼬工厂跟剧组所联手设计打造的暗星号，虽然它是虚拟战机，但是方方面面都跟 SR-72 的特性吻合，似乎也是洛克希德马丁在宣示我们真的造出 SR-72 咯。也因此捍卫战士独行侠在拍摄期间，剧组曾经意外收到美军的通知，说中共解放军的侦察卫星突然重新定位，对准拍摄地点跟监。外界看起来是个有趣的误会，但其实背后是有实质的战略意义的。好，再回到电影中，阿汤哥因为小任性，最后把暗星号操过头，导致失控坠毁。哇，这也难怪军方会把这位战功彪炳的独行侠视为头痛人物，因为这一失控无疑就是烧掉$1亿以上哦。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有任何飞官扛得起这样的责任，好吗？电影里面还有提到敌人的第5代战斗机。第5代战斗机 Fifth Generation Jet Fighter 其实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一代的战斗机。虽然据说洛克希德马丁已经成功打造出第6代战机，并且已经在进行测试了。它的特色就在有全方位的逆踪技术，即使在携带武器的情况下，也就是像飞弹这些东西，它也可以全方位隐身，拥有低拦截概率雷达。什么叫低拦截概率雷达呢？就是过去的逆踪功能，它在你定位敌人的位置的时候，其实同时也会曝光自己。不过如果你是搭载这种低拦截概率雷达的话，它的辐射信号非常小，会低于对方电子情报接收器的检测门槛，等于说你在侦测或锁定对方的时候，其实不会被发现。简单讲就是
你看不到我，但是我看得到你。好，再加上高效能机身、先进的航空电子装置以及高度整合的电脑系统跟光纤数据，能够在战场上跟其他单位联网，了解全盘战情，还拥有能够对抗地心引力、能够垂直起降的向量引擎。这第5代战斗机真的是一只空中怪兽。以上规格是由最早研发第5代战斗机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所提出的定义哦。而电影中敌军所飞的这个第5代战斗机，其实应该是俄罗斯的苏凯 Su-57 战斗机。你还记得吗？其实当电影里面独行侠跟公鸡偷走了敌军的古董机 F-14要飞回家的时候，他遇到敌军的第5代战斗机。阿汤哥跟公鸡说：“你假装跟敌军是同一国的，微笑挥手就对了。因为如果对方知道我们的身份的话，其实我们早就GG了。”这句话讲得非常中肯，因为我刚刚所讲的，如果这第5代战斗机知道你是敌人，直接逆中攻击，你根本来不及反应。而在这一段剧情当中，有一幕空中缠斗，其实原本阿汤哥有机会锁定敌军的第5代战斗机，发射飞弹。不过这台战斗机却突然在空中像落叶一样的漂移，闪过阿汤哥的攻击。当时公鸡还在这个飞机里面大叫说 What was that？ 这是什么啊？这哪一招啊？其实这就是向量引擎的表现。向量引擎可以让飞机控制失速之后的动作，提供高攻角作战，甚至还可以在空中停滞垂直起降，这跟直升机的动力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哦。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其实就是由洛马公司所制造的 F-35第5代战斗机在展示滞空垂直飞行。你一定会问，那为什么电影里面的美军不直接派出 F-35就好了呢？为什么要用 F-18？ 其实这一点，阿汤哥在电影一开始在捍卫战士军营跟将军进行战情分析的时候，他就有提到，一语带过。他说我们是可以飞 F-35啦，逆中的话可以躲过地对空飞弹。不过你躲不过敌军的雷达，可能很多观众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哦。其实它指的就是你在定位要投射炸弹的时候，也会暴露自己的位置。不过 ，Hello， 这第5代战机的最大特色就是搭载我刚刚所介绍不怕曝光的低概率雷达，而且你用 F-18执行轰炸任务，还是免不了要在投射炸弹之后，得跟敌军在空中交战啊，甚至你还得承受这个9G 的重力。在投完炸弹之后急速爬升，这些问题如果你非拥有向量引擎的 F-35， 其实都可以缓解非常多，包括这种 G 的重力在向量引擎的控制加持之下，其实都可以缓解很多。但如果电影这样演的话，你就没有那么多不可能的任务的桥段可以看了。所以当然是要用 F-18来拍摄，才能够凸显出这起任务的困难重重。还有最现实的因素，其实是美军怎么可能出借他们最先进武器，一台要价上亿美金的 F-35给剧组拍摄？何况如果剧组真的要借 F-35，绝对是不止借一台。那这真的不可能啊！因为万一真的只要万一就好，发生什么意外，你怎么跟江东父老交代啊？有多少人的乌纱帽不保？是谁那么大胆？还有哪一家保险公司愿意承保这样子的这个剧组拍摄呢？还有这 F-35其实是单人座战机，电影当中所有的演员他都是坐在 F-18双人座的后座所拍摄的，看起来好像他们亲自在驾驶，但其实前座才是真正的飞行员在飞。基于拍摄考量，只有 F-18是适合这部电影的。另外还有几个有关战斗机的看点，包括阿汤哥在训练这群年轻飞官时，曾经跟其中一台出现像麻花一样旋转的对战方式。好，这招叫做 Rolling Caesar。中文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翻哦，如果直译的话，应该就是滚动剪刀吗？如果你是飞行员的话，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正确的中文名称哦。而这招其实是真实的飞行战斗技巧，是2台飞机一直不断试着要飞到对方后方的攻击位置，所以这样子在这个缠斗路径看起来就好像在打麻花一样，但通常彼此之间的距离会至少有500-600公尺，在电影里面看起来非常近，大概只有10到15公尺左右，这现实生活中应该不可能发生，应该早就对撞了。还有一场空中 dogfight 指的不是狗打架哦，
这是战斗术语，在空中缠斗的意思，通常都是指1对1作战。那阿汤哥为了替公鸡挡飞弹，他使出了眼镜蛇飞行绝招 Cobra Maneuver， 这就是让飞机的机头突然大仰角抬高，有的时候还会超过90度，来造成飞机的速度骤减，这有点像是飞机版的翘狗类，然后再恢复水平飞行的一种飞行姿态的变化。这是 F/A-18战斗机的强项，不过如果你是非拥有向量引擎的 F-35的话，这招Cobra Maneuver 眼镜蛇绝招绝对更能够轻松驾驭哦。还有已经退役的 F-14熊猫式战斗机 Tomcat Fighter，36年前的捍卫战士都是操驾这一台，它的招牌就是会有伸缩的翅膀，它在高速飞行的时候会把翅膀往后张开，而低速飞行的时候则是往外延伸伸展。所以这个在各种高度跟速度，这台 F-14都可以轻松的控制最佳的升力跟阻力。电影里面你可以看到阿汤哥在把这个 F-14偷开走的时候，因为跑道都被炸毁了，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让飞机起飞，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火力全开，把所有的翅膀全部张开，往后跟往旁边都延伸了，像一只要展翅飞翔的老鹰，真的超帅的哦。好啦，以上就是捍卫战士独行侠的战斗机跟绝技大解析，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哦。电影好选择现在已经升级为叫做好选择 Plus， 就是因为我们会带给大家不止影剧内容，还有更多像这样的黑科技新知，带大家一起破解电影跟真实生活中的最新科技。请大家一定要订阅频道，给我们一个赞，支持我们继续努力制作这些不用付费大家就可以看得到的优质内容。丽哲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啾咪啾咪，下回见了。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随时上架。我们下回再见。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随时上架。我们下回再见。